Hello，朋友们，Hello，江若涵，看剧了吗？看没看剧，朋友们？看没看剧？看剧了吗？灯不太行啊，灯是个顶光，感觉没所谓了。谢谢朋友们，谢谢。然后我需要看一下我应该怎么样。朋友们，我需要下一下，然后我需要弄一下那个聊天室，我没弄好，然后我重上一下，好吧？朋友们再进来一下啊，稍等我一下。还有味儿可以选的，这对啊，你看我们这都很贴心的。对，就是一般开工的时候都得问一下，老师，我们今天来个什么口味的？大成本。那你就这两天就开始休息了是吧？其实也没有，我这不是那个什么嘛，看个东西吧。太深了。滑稽是吧？我春节期间我是哪里去不了，我就在家准备年后的戏。哦，我知道你要是我今天，你把我说今天是场大仗吧？你出去。我说今天不好干吧？那事儿都不重要了，主要你确实得好好保养身体了。你这又是对吧？又是卡血，又是轮椅的。对啊。哎，我之前还听网友那个评论，就是观众朋友们他们说那个什么，说老刘这几部剧啊，3部戏凑不出来一条好腿。对啊，还行。轮椅上的守护神到你藏于星夜，再到一见你就笑，这3部剧凑不出来一条好腿。我看你拄那个拐杖拄的挺顺手的。那个拐杖，对，那拐杖确实是一开始拄那拐杖，那拐杖还是个技术活，我跟你说，那拐杖你拄着平衡是吗？对，你拄着有时候没顺拐。你要不要表演一个？你看看他们几个练没练呢？我都邀请啊。怎么开呀？点一下头像，点一下头像。哎呀，这终于打开了，终于看见了。Hello。导演，你要开视频吗？没关系，我只问一下，如果你不想开也可以不开。可以，我正在操作。太了不起了。就是当时在现场也是经常跟景哲老师沟通，就是说，后续的剧情怎么处理，怎么演。就是我好像是知道这个真相，但是我要演不知道。我就是当时就跟他说，其实不管江心叶作为你前妻那种被抛弃的挫折感，还是说回国后那种很飒很职场那种感觉，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他很清醒，他很聪明，他是知道，他其实我认为他是知道很多真相的。他始终是相信江若涵的，他没有被任何人动摇。他其实对江若涵的爱，就是刚刚景老师说，我很单纯的爱着他，我纯粹爱着他，只是曾经的一些不好啊，或者说过往，让我对这个人有了恨。但是他的内核还是在于爱。景乐儿演的时候，确实也真的很辛苦，因为每天都要有很多感情戏，很多泪，但是他真的每一滴泪都能落在我想要的那个点上，所以就真的很厉害。谢谢导演，确实是。他被景老师鼓掌，都是大家努力。景老师说，这都是一个演员应该做的。没有这么自信。哇，袁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结尾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又给我们来了一个这么大的反转？啊，没有啊，这不就是正常的结尾吗？不是，就是我结尾啊的这部分，就是杨子变成了亲生儿子，然后其实星夜才是那个养女被领养回来的孩子。那个是最开始的设定，就是实际上这样，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是我们家的我们工作室的宴席老师他先做的设定，然后我是先看到这个设定的时候，他教他的那个选题过来的时候，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设定就惊艳了。他当时那个选题里就是这么写，就是说前面啊女主一直在复仇，然后男主一直在就是他是就生病的状态嘛，然后就一直是在托举。然后他到最后的时候，就揭开真相的时候，那里说就是其实男主才是那个，因为星夜他复仇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或者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才是这个家的女儿，这个家是属于我的，所以我对你复仇，我对你做的所有这一切事情都是应当的。但是当最后有这个反转的时候，他发现就是他才是，就这里是他第一次发现他才是被守护的那一个，因为在此之前他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基于一个合理的范围嘛，但是到这个地方他才知道真相，就他才是被收养的那个。然后这就是说，其实男主对他的爱，就姜若涵对他的爱是从始至终的，就是我们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在我活着的每个瞬间都在爱你，就是从小的时候，他第一次见到江心叶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然后哪怕他被自己的父亲找回来了，他也不希望就是这个女孩子能够失去她的骄傲，因为如果要是这个女孩子知道她是被收养以后，她可能就会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会更强嘛，她就是想保护这个女孩子，所以这个身份反转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爱就想表达的就是姜若涵对于江心叶是从他们认识的那一刻开始，他对他的保护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最后到未来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内心还是在那个，我本来其实大概对吧？其实我了解过这段东西，但是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到了这个反转的时候，我内心还是蹦击一下子，就不仅给女主一刀，然后给观众也捅了一刀。但这个设定其实是就是说是从一开始就定，就这个剧里面的，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剧在最初的时候啊，就是在最初的时候，就是我拿到这个选题，编剧后面中间剧情都还没有做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个结局，就是这个剧的结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跟编剧谈的时候，我俩谈了3个结局，就是我俩认为就是这是这个剧最适合的3个结局。然后那个就是一层一层揭开什么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还是选了现在的这个结局。这个结局倒是挺好的，结局就是这个结局就是只有一个地方，这个是导演潇潇导演他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就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本来设定的最后那一幕是在海边。就是海边的那个，对海边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在横店造个海出来。但是这次这好可不能那样的话，心里边的观众得难受半天。最起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碎掉的心拼起来。对，真的是。那咱番外就去海边拍吧。行，可以。快搞起，番外了，朋友们，该上番外了。我说的可不算哦，我只是瞎说。我跟老刘提一个，我还以为是你准备好了番外，我不知道啊。就这个事情是潇潇导演负责哈。老刘，我有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问你，这是我的愿望而已。就是明明那么爱星夜，然后自己又得了癌症，然后策划了这么大的一场东西，你就为什么不告诉他呢？为什么不能直接点告诉他呢？是这样，因为我前面我想过，我告诉他，比如说在就是砸星星灯那一场的时候，我就想跟他说了，但如果我说完后边70多集我怎么演呢？你说的没毛病，太实在了。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跟宇航老师也讨论过很多次这个问题，就是那天晚上说了很多关于就是说不说这个事情，其实就是那句话说的非常非常明确，就是我不能再让他继续这样依赖我了，然后以及包括我不能让他得知我死后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痛苦，所以说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就是忘掉我，但是所有的都在我的意料当中，但是在我意料之外的就是我没想到他会那么持续，并且那么热烈，并且那么深的爱我，就是一直这样，不管我做任何事情，只要他发现有一点点的端倪，他还会继续保持爱我。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觉得是在姜若涵的意料之外的，就是他布好所有的局。可能在前期的时候，如果星夜没有那么爱的话，他可能很早之前这件事情就能结束，除了他为了他要把他就是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以外，那除这件事情以外，其他的事情其实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一点一点的都在做尝试，就是也在学会让一个人去忘掉他，但这件事情挺难的，对于姜若涵来说也很痛，他能不想说吗？但是他到后边的时候，他是真的不想说了，因为他越感知到自己身体上越来越差的时候，
他就越害怕看见，尤其是那场戏，就是我出国救他那次，看见他就是躺在，我以为他真的就再也永远离开我了那一次开始，我为什么后面又选择了起身离开？其实我觉得是在江若涵的视角里面，他真的是无法，他认为真的星夜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放在我身上我都接受不了。我就算是在他身边待着，我还能干嘛呢？最后留在他身边只有痛苦，所以我只能这样，我什么都做不了。其实那个事情也是一个会带给那个角色后面有一个情绪的一个转折嘛，也不算转折吧，就会更加坚定我这个事儿就要把它做实了。当然，其实你看，就是景德老师刚才说那个印象特别深的那场戏，除了那场，就是我把父亲的遗嘱拿过去以后，然后包括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了以后，我跟林秋走，然后就除了最后那一个眼神之外，前面从国外回来一直到那个节点当中的那一段当中，其实很多地方他给了自己很强的一个就是我能压住自己情绪的一个理由了，其实就我现在跟你们聊这个剧情，我心里面都堵得慌。你别堵，我跟你说，但是有一说一啊，我当时的时候拍的时候，那场戏是最难的，就是那个，就是我出国去救他那场戏，我在他床旁边，我以为他走了那场戏最难的。我那场戏拍多少遍？拍4-5遍，拍5-6遍了得，难死我了快。我就那个点是最难的，他大了也不对，小了也不对，那情绪特别难把控。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那个什么一点，再使劲的话，也不是说使劲就是放情绪啊，而是说再巧妙一点的话，其实会更好那场戏。因为我看后面的时候剪的时候，他很多的那个就是剪辑上面会把这场戏的情绪拉回来很多，所以那场戏如果连贯下来放下来的话，肯定不如现在这一版剪辑出来的好。我是觉得如果再使劲的话，再努力的话。肯定还能更好一点，但是没有，我觉得，因为我看了你在床边那块那个表演是挺好的了，就是因为你一开始不可能一上来就是那么夸张，还是有一些不可置信在的，然后情绪是递进上去的，因为我有看到，而不是说一进来就你怎么了？我觉得那样就不好看了。你看到了吗？这样深不了。看到了吗？你看到了我的剪辑手法吗？你演的也太差了吧！你死了，你怎么看到的？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的表演是要有节奏的，就是真的遇到这种事儿是不可置信的，你不会相信的，你不会相信，是慢慢节奏慢慢进的。但是是这样的，因为那段戏它是一个闪回，它不可能一下子全给你剪进去，不可能说是只拍老刘5分钟进门难过。也不是，我知道，不可能的，他就是还是很好的，因为我在现场嘛，至少我觉得还不错啦。这场戏批评一下景子老师，就是我把所有的戏都演完了以后，我说星夜我不走，哥哥不走，哥哥就在这陪着你，哥哥不走，我一直在那拉着他手说到最后的时候，我看到了面前就是不确定死还是没死的这个人眼角流下来了一滴泪。不是我这个人演戏是非常感动到了，我都死的非常认真，我告诉你。哎呦，我说演了4-5遍，我说我在这躺着，问题是我是真的把我仪器都给我安上了。这个导演你也太狠了，对我他说没有心跳死了呀，他说对呀，真的呀，给我衣服也扒了，仪器也都给我弄上，搞得我很惨，搞得我很狼狈。我我说咱们这么真吗？他是导演说我的戏就是要真，我说好，那我就脱，然后我说好，那我就脱。我脱的啊，不是，我是就是我帮他脱的，然后粘的啊，没有别的人说上头啊，而且咱有清场啊。对，然后嘴巴还给我涂白了，躺在那个太平间的那一刻，我说哇哦。这感觉还不错哦，很真的，真听真看真感受。我跟老刘一会儿进来看到我这样，他一定会有所触动的，因为很真的，我自己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所以说，一个好的团队，一个好的演员，一个好的对手，真的是会给剧加分很多的。确实是，这是我头一次看见那个，真的是短剧里面应该是第一个
第一个，然后有演员就是在扮演的这个角色生病的状态下抢救的时候，衣服是还原现实没有的，是吧？但是他们都纳闷说除颤怎么除？我说除颤就是脱了除，但是也没有啦，其实就是把被子就是盖着，然后衣服只露到肩膀以上，然后所有的上手的都是我，然后那个按压的那个手也是我在按的，所以就是也是保护演员，我可不是尽量还原画面的真实。我可不是，我那一场王品按的，王品老师按的。你那个我就不好说听，不是，导演怕因为王品老师他做那个就是急救的那个手势，他刚学会，然后我说没事儿，我说咱们为了保证真，对吧？导演的要求是真，我说你就真来，我说完这句话开机我就后悔了，差点没给我按死。我真实的感觉到有被拯救到。我被拯救到，但是我跟你说，那个就是锦子被那个除颤仪电完之后弹起来那几下，就很真实的嘛。哦，真的是好难受，感觉真的好难受，因为就是还原度太高了，然后这种太强了。就是一个镜头，我们觉得这演员这个演的到位，太到位了。你能讲讲你是怎么弹起来的？导演跟我说了，他说那个。然后我说我一会儿要那，他说当然了，你被电到了，你能不弹起来？我说 OK， 没问题，你让我电几下？他说我电你几下你就电几下。我说那好吧。然后其实就是一些技巧啦，就是那个风口往上，随着他那个仪器，其实这样弹就是一些小技巧在了，这就是能让大家的这个观看度、感受度更高一点点，我就很开心了嘛。对，感觉到就很有力的那个除颤。那个镜头我也是看完了演了半天，我觉得你超美。没想到靠这么美。导演因为这个剧的内心戏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这个节奏都一点一点铺的，所以你在这整个过程里边，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它有很多过去跟现实的一些交错性的叙事，然后我想要尽量不是在大家观感那么违和的情况下去做一些转场的设计，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反正就是我也比较爱玩转场，所以就是在每一场闪回啊、闪出啊这种的，不是单单的就是靠一些闪白的处理去做。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时空蒙太奇啊，或者说同时空的一些转场过渡，让大家能够更丝滑、更舒服的去感受我过去演员过去角色的感受，那种更真实一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是，而且这部剧整体它回忆的那个节奏，回忆的那个节奏点，我觉得特别好。就这个就是能感觉到，就是在编剧下钩子的时候，还有就是导演在拍的时候，这两个点就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整体它的节奏一直是带着我在往前走，然后不是被我强行植入了一段记忆，就是在跟着他一点点遇到这个事儿就突然想起了什么，特别好这个节奏，剪辑的节奏也很好，对对。小刘，你先问我。讲讲你吐血的事儿吧，我特别好奇，肖导老师怎么，真的你们俩是怎么配合的？这个吐血的这些镜头，又要保证美观，不是，我今天哭得惨，天天在吐血，我天天在哭。美观这个事儿确实是得依赖导演这个东西。因为我一开始吐过几次，确实吐的不好看。每一次导演都要过来，就是吐完了以后都要过来给我修成一个好看的形状，然后把牙齿上的那些全部都擦干净，就是为既保证真实的情况下，还尽可能的不要让我一张嘴就满嘴都是那个红色。对，肖导讲讲吧，肖导，我觉得你生活经验相当丰富。我还好吧，其实他就是这个角色，他剧里确实可写的次数比较多，
那么我就想让他每一次咳血可能是不同的程度，或者说不同的情绪。其实现在剧里看起来最大的那个次就是在酒店房间嘛，对吧？然后那个对，阿丽停了，那个最不受控制的那一次，其实它是有很多层的叠加。一个是他早上喝了牛奶过敏了嘛，身体不适，然后身体的原因，然后加上他在酒店里维护女主的时候，女主给了他一句“我的事不用你管”。当时他受以火攻心，然后他离去的时候又被那个老师一瓶子干着了，相当于有一个外力的一个撞击之后，他可能是最汹涌的一次，也是两个人的爱意拥抱在一起最汹涌的一次，所以那一次是比较猛的一次吐血。当然那一次确实也很难处理，只有一次机会，就是那种他就是吐成什么样子就真的是什么样子了。然后景子老师当时也很辛苦，因为他的衣服就是被完全就是弄的都是血，然后加上我们演员老师的衣服他就是定制的，然后只有一套，这一套。对，所以呢，就当时就是可能要辛苦那个衣服一直弄来弄去处理，也挺麻烦。我那什么，他吐了我一口老血，我连那个裤子都是血，我被他都顺着我后背，哎，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越来越？我说他吐完，我当时没敢，我说我为什么觉得屁股有点湿的？我当时听现场说女主的裤子被吐上血了，我都懵了。这个太搞笑！我一摸，妈呀！我在屁股上，我说你知道吐了多少血？真的，那一场戏我感觉吐了可不少血。对，因为他不能控制，而且也不能啪重来，他只能一次。那情绪在那儿呢。咬了多少个血包在嘴里啊？那是直接含了一大口血浆。哦。对，然后因为就是人嘛，他除了含的那个血浆以外，他还会分泌口水，就是当场决定把你把耳朵捂上。别说话了，我现在有点心里不太好受。那个画面很震撼，真的很。聊到这时候，心里边就不堵得慌了。这个我不说了，就是大家还是先保观剧的体验，好吧？就这个事儿停。OK， 那个是真血，我拍的时候，因为演员一般都是真来嘛，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对，就是大家就是还是要相信。可以这样调节一下，因为评论区一直有人在刷屏，就是问，然后其实说也是想问那个宇航老师，就是你们是怎么敢写这么扎心的剧出来给观众看的？宇航老师好像道了1周的歉，是不是？我看你的直播切片也是，大家对不起。不是，主要是这个不是我要甩锅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其实就是说这个戏的主笔老师我们家燕喜老师，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好，就是这个戏我道歉或者说我说什么，是因为这个剧情我自己看着也会很心痛，就是也会觉得就是他这个爱其实是伟大的，但是他这个爱在实现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有一点虐心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看了以后可能会跟我一样心痛，所以我才说对不起，就是说就是可能会因为大家其实生活本身就已经很苦了，所以就是说想看点小甜剧，这个我其实特别能理解。然后但是呢这个剧确实是我自己被打动的地方，就是我被这个选题打动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设定，就是我觉得姜若涵为姜心叶所做的这一切，它是一个非常值得被铭记的，它这个过程就是这就是爱一个人的极致的表现。对，就是他没有什么刻意的东西。我说句实在的，这个戏没有什么到后面是为了要这样所以才这样，就这个戏所有的东西都是提前设定好的，就是哪一步到哪一步是什么结局，是什么样的故事，就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写好了放在这里。就这个故事对我来讲，其实我觉得它其实如果说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虐剧，它其实是一个很深的，就是关于爱的故事，关于一个得不到的爱，就是你在一个决定情况下，就是一个人如何表达爱的这个东西。然后其实我更想通过这个剧表达的就是大家都要
就是好好的努力的幸福的活着，然后珍惜现在所得到的每一刻。因为有的时候悲伤的事情，或者说这种难受的事情，你看了以后，你当时心里面，大家看了以后，可能当时心里是很遗憾的，因为他毕竟还是生病了嘛。但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遗憾，但是我更希望就是这个剧传达给大家，就是说，如果当你感觉到难受的时候，就是你想一下，有可能是，就是这种痛苦，它可能是会让你更加成长的，或者让你变得更好，然后或者说这一份爱意背后，或者这一份痛苦背后，你是不是有别人在深沉的爱着你？就是希望大家是能够因此而得到幸福的，是这样一个初衷啊，就是不是说就是为了强行他，就是主要就是我觉得这份爱是伟大的。就是我看到这一场的时候，就是整场戏我最感动的，第一个就是我最感动的就是姜若涵对姜心叶的爱，然后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你看我们的女主。没有，他从头到尾，他其实是都没有怀疑过男主，就是不论姜若涵做什么事情，姜心叶其实永远都相信他，他永远都有脑子，他永远都会，他知道他姜若涵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永远都相信他，他要自己去亲眼看，无论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被影响，就是他也是一个爱的非常坚持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欣赏这种人的，就是我平常说实在，就除非我们大家说开玩笑，但是我其实觉得，我并不觉得恋爱脑就非要是一个贬义词，就是你很勇敢的爱一个人怎么了？就是你为一个人付出一切怎么了？你愿意付出你就去努力的付出，你不用担心被别人嘲笑或者被别人怎么样。我觉得就大家就努力去爱就好了，就是你只要你想去爱你就去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星夜真的是非常非常勇敢，他做的非常非常棒。是的，所以就是这两个人物真的非常喜欢。是的，想爱就是勇敢去爱。对，就是中间的那个不用管别人说什么。对，就是其实一开始其实也能看到评论区就会说好多人当时就觉得不太理解那个姜若涵，然后但尤其是后面那个底一出来之后，他才是那个亲生子，那个底一出来之后，就感觉很多东西都化解掉了，对，真的都消解掉了。就是因为太爱了，所以要把一切就是好的东西尽量留给他，然后也不舍得他去死。对，所以哎呀，我觉得你这一点真的说的特别对，就是我觉得姜若涵她就是那种。就是他就是爱一个人，就要把什么好东西都给他，就像是那种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就是你跟他面前放的是一样的吃的，你也喜欢，他也喜欢，但是你会愿意把这些所有的最好的东西都捧给他。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觉得这个情感其实是非常就是极致且珍贵的。对，就还有那个就是3年前在国外救他那一次，应该就是反正从我的体感上感觉就是姜若涵切身的体会到了，说我的爱人真的要离我而去了，可能就是要没了，然后他可能切身体会到那种状态之后，然后才就是对后面的一系列的这个发展，包括那个情感的约束会更加的要劲儿。对。说这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台词各位记忆比较深刻的呢？肯定很多呀，记忆深刻的台词。你自己说，你确定吗？请讲。真的吗？我一个医生来你们家给你打针，感觉像偷情一样。你不要讲陆川，我觉得整部剧最惨的就是陆川。每天都在苦口婆心的劝你，你又不听，给自己干到吐血，又来治你。就是我觉得，因为很多，我觉得他们两个才是一对儿。我说你们两个，只要他出现，他就出现，你俩永远坐我对面。我说你俩才是一对儿，是吧？我才是可累的一个环。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观剧的过程当中嘛，比较沉浸。就是来这儿，我们大家聊一聊，是不是让大家稍微跳脱一下？对，就是其实很多就是大家也都说这个剧里面说就是唯一轻松的那一刻就在那场戏里面，所以就是陆川说给我打针那件事儿，其实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藏于星夜这个剧，就是在大家的观看过程当中，它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大家在就是在接受它的一个过程。其实就像姜星夜接受姜若涵的爱和姜若涵
去接受自己死亡，以及包括对于江星夜的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两个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接受这件事情，甚至到最后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观看这部剧的时候，就是大家能有情绪上的起伏，其实确确实实是因为大家跟我们共情了。然后呢，只是在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以后，大家会跟姜若涵和江星夜一样，就是愿意勇敢的去生活和去勇敢的去爱。然后再慢慢的，就是等到，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更大于那个虐字儿的，因为我一直都说，我说不要把它归于一个虐剧，不要把它归于一个虐剧，而且我觉得不要去觉得眼泪就是不好或者怎么样的，而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哭可能也是一种释放，其实并不是说是或者说就是大家觉得生活已经很苦了，然后我还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其实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是释放。比如我平时的时候，压力如果大的时候，我找不着哭，我找不着一个地方哭，我甚至自己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都没法哭，我哭不出来，我上哪想这么多事儿去？但是我突然间看见一个能够让我排解情绪的一个剧，或者说我看到了一对那么相爱的人，亦或者说是我看到了很多温暖的故事，其实我就会有很多情绪上的释放，让我去排解一些。然后我刚刚也看到了评论区大家说的一些问题。我在这儿郑重的回答一下吧。稍等啊，我刚刚记了一下，是这样。如果眼睛哭肿了怎么消肿？第一，冷敷法，冷敷能缓解眼部肿胀，可用冰袋冷藏眼罩或湿毛巾敷眼15到20分钟，每日多次，以收缩血管，减轻肿胀。二，按摩法，按摩眼周穴位，如清明、攒竹，每次5到10分钟，攒竹还是攒竹，我不知道这个穴位啊，它是个多音字。每日多次，防止拉扯皮肤。就是大家可以照做一下，就是谢谢大家对于你藏于星夜的支持。这个问题挑得好，这个问题挑得好。老刘现场指导大家如何消除藏于星夜后劲儿大的问题。大家的眼泪是对我们的认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觉得这讲的太好了，这还甩一包袱，越来越会了。就是前面讲这么好了，有一包袱。锦东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台词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台词可是姜若涵，你为什么不爱我了？哎呀，你为什么不爱我了？你知道我当时看到这个台词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了，这两个人啊，我用现在就是很火的两个语言来总结，就是我觉得姜若涵对江心爱的爱就是我爱你，与你无关，就是他的爱，我爱你。哇塞！然后我形容我这边的我自己处理这个角色，我觉得江心也是我接受你爱我的方式，就是我知道你爱我是你想用你的方式让我成长，我接受，我觉得这是更高级的爱。这就是我们两个，因为太爱，所以会很好。又是爱人又是兄妹呢。对，真的是。但是那段词儿我当时挺扎心的，应该就是见到和那个邻家千金在一起吧，拉着他的袖子，最后说那句，对，为什么不爱我了？哎呀，太好哭了。导演有没有一些记忆比较深刻的？其实我记忆深刻的台词是基于拍摄和剪辑过程中，江心夜呢，我记忆很深刻，就是刚刚警长说的办公室的那场戏，他在演的时候因为情绪失控，然后可能有一句词儿，他是老师们应该记得，就是属于那种要说但是卡住哽咽住了，然后很用尽身体最后的力气就把那句词儿说出来，就是看着像卡词儿。是当时拍完他们还问我这个要不要重拍你给老师卡词儿，我说不用，那样是最好的，那个状态是最好的。作为江心夜，他可能还顾及到我是江家大小姐，我即使对你挽留，我都要表面上先忍住这口气，但是他内心深有的情绪和忍不住的爱意，他就是会让自己堵在喉咙，他可能就说不出来，但是他就是卯足了最后一口气，就是把那些心里话都吐露出来。所以我当时看完我就说，
你们老师演的太好，我说我就用这一条，到时候剪辑就用这一条。对导演，你真的用了这条，我相信你了。对呀、真的很好，很好。对，然后男主老师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台词演技肯定是非常的 OK。那我就说一个，可能大家不太在意，就是最后大结局的时候，不是很多 OS 和 VO 嘛？然后我在剪辑的时候，其实那场戏刘老师全程没有台词，但是在剪辑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发过来的那句 VO 说：“江心叶，我爱你。”最后的。他慢慢的回头看向江心叶，我配上他的 VO， 还有他的画面说，我说他的眼睛在说我爱你。对，我当时就是看到他其实你看他好像我镜头也没有什么运镜，然后他也好像肢体没什么动作，但是他的眼神和微表情就是在说江心叶我爱你，就我好像听见他在讲，所以这两位老师的这个角色，这两个很触动。诠释的都非常的好。因为其实很多，我觉得就是很多可能看了没有看剧的人不了解，就从我的观感来说，这其实在短剧细腻的情绪上的这种表达、这种起伏，这个剧对于每一个主创人员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就是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演员、导演、后期，然后都要拿捏的非常好，观众才能进去感受到这个东西。这一点其实挺不容易的，非常非常难。所以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剪这个剧把我脖子剪脱臼。啊，对，他也脖子脱臼，我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你看，我带了一个脱臼的，我说你好好养养，最近好了一点，辛苦一点了吧？哎呀，那个就今天其实也是这个剧已经上完了，然后大家就是虽然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今天呢，老刘回答了一部分，然后那个锦子老师。看要不要回答一些就是那个评论区的问题啊？回答一个啊，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个戏，大家可能对我的声音有一些的这个疑问，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戏是用原声，当时我也想过问题，因为我的声线比较尖，就是我自己想过这个问题，我声线比较尖，我说我到底要不要用配音？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想给大家的就是告诉，可能我的声音没有那么圆润，听见没有？但我觉得那就是我。那江心叶就是我来演的，我觉得大家那就是我也想给大家看到，景子演的江心叶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就是这个声音。如果说某一天可能我可能不想那么真实的露出我自己了，我可能想要塑造一个很完美的角色，那么我可能会考虑用配音。但是我觉得这个戏，我在现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我最真实的声音，我在崩溃的时候喊。它就是会破音儿，我在因为我的声线就在这儿，我在大声说话的时候就是会破音儿，我在大声说话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完美，我在哭起来很痛苦的时候，表情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美丽，但无所谓，那就是我，那也是江心叶。非常最好的江心叶。锦子老师，我真的想说，我觉得你的那个哭腔还有那个沙哑的声音，我觉得它真的是个加分项，它真的是个加分项，那个代入感非常足，那种动情时刻，我觉得不是那种播音腔的配音能配得明白的。特别好，特别好。宇航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回答网友的问题？你刚才有刷到的，看到吗？我这镜头上全都是花，我一个都没看见。我也是，我现在镜头上全都是花，我一个都没看见，真的。为什么这个就是我的弹幕我一点看不见？我也看不见了，我只是在开始有这个花之前，我看到了他说的那问题。你还用豆瓣搜了一下，是不是？但是我之前没有，我因为太多那个，因为主要是吧，各位老师人气太高了，然后所以就是我实在是看不清弹幕，但是我只想说，我之前看了一个就是我之前看到了一个你藏于星夜的剧评，然后那个剧评里面写的那段话写的太好了，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故事里面就关于江心叶和江若涵两个人之间的就是爱，然后包括他说了就是也说了这个感动还有这个爱的这个表达真的特别好，然后我也看到很多
就是观众看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剧的各种各样的评价，其实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因为其实这个剧还蛮挑战的，真的就是在现在这种剧的时候，在现在这种市场上，然后你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其实它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演员老师，我们刘耀旭老师、景子老师真的就是演绎的特别完美，特别完美。然后我们潇潇导演更是画面绝了，绝了，就是好多画面真的是可以直接剪出来当那个就直接当桌面的程度。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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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们，就做这样一个剧，其实从头到现在就都很挑战，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感谢你们，就是然后送给，就其实我也是观众啊，就这个跟编剧不编剧没关系，就我就单纯作为一个观众来说，我真的觉得是一场视觉盛宴，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剧，然后那个我也要代表我们家编剧老师燕喜老师，他在那个因为他社恐比较厉害，然后他说就让我来就得了，但是他让我表达一下，他让我表达就是谢谢导演，然后谢谢刘耀旭老师，谢谢景子老师。然后能够就是给他的剧，然后拍的这么的好，他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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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动，然后非常的，就是他会非常努力的继续下去，然后会就继续写这种，就是这个，因为题材它比较，咋说呢？就是这个题材比较新，然后比较挑战，但是他非常感谢你们，就是把他的剧就超越他期待的这样子呈现出来，真的非常感谢你们。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大家就是一人一句话来去安利一下，再给那些没有看这部剧的朋友们安利一下，好吗？对，同时也感谢一下我们，就是一直很多朋友大家在4刷5刷，包括连夜刷这部剧。老刘，你先开始吧。啊，又是我先开始，每回都拿我先开宰。你有包袱，你有包袱啊！你这一说我就没包袱了。反正就是，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眼泪当成是痛苦的表现，而可以把它作为一种释放。在看《你藏于星夜》这部剧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去通过不一样的视角看到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爱情。太会讲了。深情老刘，来吧，那个老师继续，那个一边修补一边。好，我就给大家安利这个戏啊，因为我觉得这部戏，有女性成长的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去看看一个女生，在经历了很多事情是怎么坚强起来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戏最好看的是2个很单纯的人，有一场很浪漫相互救赎的过程。我希望你们能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互相就是什么他心痛或者是他流泪，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么两个单纯的人曾经这么相爱过，愿意为彼此铺路，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最高级的爱。导演，就是首先还是感谢大家对《隐藏于星夜》的喜爱。然后我认为呢，这部剧它最主要的核心还是深情，不敢跟大家说我今天哭了很多，不管是说我今天心好痛，这都是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也是给予我们演员，包括我们所有主创、所有制作团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我们可以去尝试更多的题材，更多在市场上不一样的内容。希望大家都是以一个包容的心态去看我们这一部剧，然后同时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希望大家都去发现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体会，然后去感受我们这一份藏在星夜里的守护和爱意。最后我们编剧老师杨老师，我觉得就是每个角色吧，就是都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不完美的地方。就是你藏于星夜这个故事，虽然说它是看似有一些虐心的故事，但是它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对爱的
敬畏吧，就是对爱的敬畏，然后还有就是对爱的付出。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都能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得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个东西，然后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一份不用隐藏的爱，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得到幸福，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勇敢的爱与被爱。太好了，太好了，这讲的。真的是整体真的，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然后有你们才让我们看到《强于星夜》这么好的一部剧，就是我们本身的感触也是，就是爱就是要轰轰烈烈，爱要有存在感，还要有不同种心态。对，但爱就是会面对生离死别，有什么的就要大胆的演出来，讲出来。就是。终于给我们来点不太一样的东西了，谢谢各位，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好不好？没有看剧的，然后一定要去果子那边去看，好不好？希望明天我们的热度再冲！OK， 来冲，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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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拜拜。拜拜。